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剑姬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它这上路的一个兑现情况。像剑姬的话，它的单挑能力和单线能力是属于就是那种顶尖的，但它打团的话并不是很适合。但能支援队友进行一个收割的话是可以，但如果吃到控制剑姬，很快就被融化了。它是偏就是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战士。这里的话，前期直接压着对方打个破绽。铁男一级的话，没有兵线情况下是打不过剑姬的。但这里的话，他已经拉好被动了，所以往后拉，没必要去吃他被动的伤害。这铁男应该是学的 W， 没有学 E 技能。有 E 技能的话，其实他就可以直接拉了。但这里面知道对方也没有学 W， 所以2级的时候是学的 E 技能。这里的话，对面的破绽是刷在身后，所以没那么好打。这里 W 抵消，就像打这种的话，就是 W 一定是放在对方控制的时候去抵消对方控制，然后做个减伤。但你打剑姬的话，你也要学会这一点。这里清完这波兵线的话，早点回去把那个鞋子做出来，因为鞋子做出来的话会更好去兑现。而且这里面选择是带了传送的，所以不会亏兵线。这里面河蟹是被那个铁男吃了的。看到没有？你小地图可以看到，就是他消失那么久，肯定有原因，要么是帮队友，要么就去吃资源了。这里直接拉进来，但这样的话，反倒是对面亏的，就是比较着急的一个选择。闪现 Q， 以为会往后拉。故意卡了一个那个身位，让他和小兵一起那个吃到那个，就是没有单体 Q 嘛。这里面就一个小细节，对方闪现的时候身前还是有一个小兵的，所以他没有打出单体 Q。如果打出单体 Q 的话，确实没那么好打。而且对方的大招放得很着急。而且对方应该先做那个直接做法穿就可以了，有点燃的话，其实很好打这个剑姬的。就打剑姬的话，没必要去做，就是太早，就是带点燃的话就没必要做重伤，知道吧？因为点燃也是有重伤的，要打的时候再去做一个消耗。剑姬的回血能力其实也还好，没有说特别的强。前期来说后期那另外一回事儿。这里给到压力很大。像就是
蓝盾这件装备为什么现在剑姬会选择做这个推荐能上推荐装备呢？因为这里的话又打起来了，对方有大招的话确实不怎么好打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做那个蓝盾的话，现在是就它可以跟那个叫什么永生花一样，可以叠那个被动装备被动，就受到物理暴击伤害的时候可以叠1层，而且这个过程中可以叠4层这个被动，就叫做逆流。逆流的被动呢，就是可以提供5%的移动速度，而且对方打你的时候，那个暴击伤害会降低嘛。这里的话直接推塔，把塔推掉，不要理他，没有大招的，没有大招，对方铁男杀人的话就不一定追得上。这里想阴一手，但好像不太行。对面没有选择交闪现，闪现是已经交了的。盲僧过来了，还好。然后就是还有那个蓝盾的那个减速抗性，20%叠满的情况下就20%的移速和20%的那个减速抗性，所以剑姬来做的话，而且现在是暴击装备，射手肯定好多都是选择做暴击装备嘛。但这局的话，对方有那个，就后期这里的话骚扰一下对方打野，哇，很凶，一个人打2个操作，这里闪现下来，骗了2个闪现，血赚。这里要拖住对方，不让对方太舒服的发育。剑姬的话就是带线，然后发育，也要限制对方的，比如说上单或者打野，或者甚至去射手来单防你的时候，你甚至能反杀射手。这就是一些特殊的上单该做的，像盖伦也是最近的一个偷塔流的玩法，也是这样子去牵制对方。像剑姬的核心装备，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它就是这里的话打起来了，给了大招，破绽全打出来，那肯定就活不了了。剑姬4个破绽打出来，没几个上单能顶得住哈。就同等装备下，如果说压很多装备，那另外一回事。但就算超出一件装备，剑姬能打出4个破绽，再加自己被动生成破绽，这样子去打的话，其实剑姬很强，所以他的单挑能力真的很强势。像剑姬就是他的核心装备就是破剑者，然后3项。第3件的破盾的话是看情况出，如果对方破盾多，那你得做破盾；如果对方比如说回血能力强，还有移动能力强的话，你可以做兵刃，然后不做破盾。但后续的2件装备就是看对方法师伤害多，就做那个引魔刀。如果说对方那个物理伤害多，你就可以做蓝盾和那个死亡之舞。顺风做死亡之舞，逆风的话就直接做蓝盾。因为后期剑姬伤害的话，并不需要太高额的伤害，还是需要一个持续的作战能力，还有拉扯。不要被射手后期的射手那个暴击满爆以后伤害太变态了。剑姬扛不太住的 ，W 交完以后他就扛不住了。这里的话上来直接打一套一套的，
对面德莱文过来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反倒把对面德莱文给秒掉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剑姬的魅力，一个人牵制3个，然后还能反杀1个。这里队友的话啊，就可以开启团战去搞事情，把他们抓单的。这里的话，对面的中单和打野就被杀掉了。这就是一个很合格的一个上单，剑姬上单，甚至可以说是超模。像剑姬的话，有个可雪，确实它的清兵能力会提升一个档次，就类似端游里面的9头蛇，你知道吧？但它做巨型9头蛇收益太低了，没必要做那个。但有个可雪稍微补一下 AOE 伤害，对它的清兵能力来说就 OK 了。这样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拿大龙。对面打野和铁男都掉点了，对方 ADC 但没有大招，有大招的话可以尝试上去把对方秒掉。对方肯定会去龙坑看的，因为这边队友都消失了嘛。好，拿到大龙。这里面他选择做了银血，因为对面的上单和中单法术伤害还是蛮高的。这里的话两边分带，但他们选择了去那边团战，那这样的话剑姬可以爽吃2塔，直接回家。啊，可以再推吗？对方还不来守，那这样的话高地直接会被剑姬带掉的。这样子没人去限制剑姬的话，对方的高地真的就是很快拆掉，特别是做了破剑者之后的。这里的话直接绕后，而且有那个传送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学院、很公式的一种玩法。就按照他这套公式来玩，你就可以。但有个点哈，你的剑姬基本功得玩得好，玩得不好那就不好意思了。你想赢比赛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那行，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条大龙就能把对方的塔给推掉，水晶也摸掉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